大家好，我是長工，這裡是遼東半島外海的一個小島，叫元寶島。這是黑面琵鷺的繁殖地。這個攝影距離大概200米，如果是用600厘米的大炮來拍的話，大概是這個效果。如果用我這個望遠的設備來錄的話，就可以錄得很大。今天主要就是要介紹一下在元寶島上面的一些鳥的故事。元寶島是第2個在中國大陸被發現的黑面琵鷺繁殖地。這2隻是黑白配，左邊是白琵鷺，右邊是黑面琵鷺。它們都還年輕，它們的視羽長得不長，而且顏色很淡。它們已經成對了。這是一隻強勢的黑面琵鷺，它現在正努力在尋找巢材。這個礁岩之所以適合這個黑面琵鷺繁殖，就是因為人沒辦法走過去。它很陡峭，它有一個間隔，所以它比較安全。但是鳥在這上面築巢都是要取一個適當的位置，而且那個地方不是很寬，尤其是黑尾鸥，那個蛋幾乎就是差一點就要掉下去了。這對是今天的主角，現在孵蛋的這個是母鳥，站着的是公鳥。母鳥年紀比較大，你看它的視羽顏色比較深，公鳥是嘴喙比較長，它顏色比較淡，它的視羽幾乎是白色的，是年輕的，所以這是一個老少配。黑面琵鷺它們在孵蛋的時候是公母輪流孵蛋。這是黑尾鷗，島上非常多的黑尾鷗。這年輕的公鳥剛剛攜帶巢材回來。這是黃嘴白鷺，我們叫唐白鷺。這是在那個礁岩的最尖端的地方，黑白配。這是強勢的黑面琵鷺。老少配，這個老公還會常常去挑釁一下別人。這一對年輕的黑面琵鷺，唐白鷺，它們時時處在戰鬥狀態，因為鳥很多，有時候巢很靠近，彼此之間會有一些爭執。這唐白鷺它頭上的視羽撐起來的時候非常的好看。這是許晉榮老師、王征吉老師，我們一起到元寶島拍黑面琵鷺。左邊是那個強勢的黑面琵鷺，它跟這個黑白配打架，而且打得很兇。下面右邊這個白琵鷺公鳥
也是打個不停。結果你看上面那個黑面琵鷺的母鳥，它好像是來勸架的，它把白琵鷺給隔開，讓它不要再打了，不要再打了，很有意思。這個是黑面琵鷺的母鳥，它們孵一段時間以後會起來，把蛋稍微翻動一下。這個年輕的公鳥啊，你看它會來挑釁別的黑面琵鷺，看起來好像很英勇的樣子。這黑白配啊，他們一直都非常的親近。黑尾鸥交配，公鳥站在母鳥身上時間很長，它一次交配完還不下來，可能還要第二次完了以後才下來，有時候是被母鳥趕下來。黑尾鷗在育雛，唐白鷺它們的巢都用那邊的巢材，所以它們的巢都長得差不多。這個唐白鷺帶巢材回來，巢裡面現在有一個蛋。現在換這個年輕的公鳥來孵蛋，母鳥就去覓食了，所以有蠻長的一段時間由公鳥孵蛋。這個鏡頭是相當難得的，黑面琵鷺交配。它交配前調戲的動作時間相當久，不是畫面裡看到的時間，因為太久了，我把它剪了。實際交配的時間是不長。這只是強勢的黑面琵鷺，它往下飛。你看，現在左邊是強勢的黑面琵鷺，右邊是那個男主角年輕的老公，他一下就被打到巢下面去了。然後，這只強勢的黑面琵鷺就大大方方的在挑選他要的巢材，這個不滿意啊，那個不滿意啊，他就一直拆人家的巢。這是一個霸凌的行為，黑面琵鷺的霸凌行為，它不是偷啊，它是搶。然後選到這只最大的巢材，他很滿意。要走之前還拉了一坨。它的巢是在這個礁岩的另外一面。這時，這個年輕的老公啊，回到巢裡面，在整理他的巢。可是他非常的害怕，很緊張。
你看它撐開的翅膀，有時候還會發抖，這是讓人感覺到非常心酸的一段。這是在元寶島發生的故事。喜歡的話，按個讚，訂閱一下，分享一下，謝謝。